Holy cow！ 独家讯息大爆炸，连我自己都吓到。OK， 最近收到非常多的消息，那上次直播中有提到，花了一段时间整理啊，还有认证，和消息来源交流啊，确认了一些细节之后，前几天又收到一些更确切的讯息还有资料。那今天会讲到 iPhone 12系列的细节、机身的厚度、相机的模组、感光晶片的大小、A14 晶片和 iPad Air 的差别、LiDAR 尺寸、120Hz 最新的情况、内部构造的改变，然后还有 AirPods Studio 实际照流出，然后 John Prosser 制作的模拟图，可是有人白目，然后流出影片，然后我们还会讲到磁铁吸附的无线充电，那应该就是 AirPower Mini 或是不知道他们要叫什么。好，我们开始前记得订阅，然后按下小铃铛，然后按赞跟分享我的影片。OK， 那开始吧。我们首先来讲 AirPods Studio。那 John Prosser 在影片多次提到，为了保护线人的安全，然后那这一点我觉得很值得肯定，因为对他而言最简单就是直接流出影片嘛，他也不用再做后置啊，找人家去做什么 3D 模拟，因为这样就可以抢第一张头条，然后可以让自己的点阅量暴增。可是他没有这样做，因为其实这样做是对消息流出来的人非常危险的。然后事后有人收到一样的东西，然后他就直接把影片流出来，然后这个让 John Prosser 非常生气。那其实这点我也懂，先前如果我有接到类似的消息的话，我不管怎样，只要是来源有要求什么时间什么可以讲，什么不能讲，什么时间点可以讲，什么不能讲，我完全都是尊重。当然就是你不知道别人在什么情况下，或他消息得到的时候，他是付出多大的危险。那我觉得如果就是单纯为了抢头条或是抢自己的注意力故意这样做的话，我觉得是蛮不道德的一件事情。John Prosser 所制作出的3D 模拟图让大家看，个人是蛮喜欢这个经典设计的啦，因为我不喜欢一般耳机的那种设计，塑胶感啊，像现代耳机的那种样子。然后更尤其是现在使用过那个环境音效的新功能之后，我对这个 AirPods Studio 是更加期待，因为那功能真的是非常的神奇，你们一定要试用看看，我觉得真的是超级屌的一个功能。然后说真的，当然在 Apple TV 上，如果你接大一点的萤幕，看起来的体验感会更好。可是其实在 iPhone 上面看，你开启这个功能的时候，试着头去转向，你会觉得是一个很奇妙的感觉，仿佛就是这个人就站在你旁边说话，然后你可以用你的头去倾近一点，然后听得更清楚一点，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感觉。OK，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讲 iPhone 12吧。那以下资料有蛮多的部分是外面都没有出来的消息然后这些资料连收到几天，那如果我片没有剪太久的话，你们应该就是第一个听到这些消息的人。我说这是部分有部分是外面没有的。OK， 那我先解释一下这个消息的正确性，那为什么我觉得可靠度很高。9月15号发表会的前几天，我收到很多的相关资料，那个时间点和某微博主爆出来时间点差不多，可是在细节的部分多了非常多，然后甚至是一些官方使用的行销的用词啊，还有它排列的方式。然后当初因为是第一次被这个消息来源者接触，那很多方面还要再确认，所以我没有拍影片说出来这些消息。但是当时看发表会的时候啊，直接验证了这个来源的可靠性。那我不是指里面发表的产品啊，这些顺序或是规格，这些其实都知道。那我指的是说发表会里面所用的用词、讲出来的话，还有一些数据，那几乎完全正确啊。那 OK， 很多地方我不能讲太多，可是得到消息的正确性，在一些细节的部分让我非常非常的惊讶，因为这个是我在别的地方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的。OK， 好，那以上这些废话可能没人在意啦，可是我觉得我有责任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觉得现在这些消息会非常可靠。OK， 那我们先来讲 iPhone 12的厚度。那这边消息来源说 5.4 寸的会是最厚的一款，厚度会达到 8.1 公厘，那就是跟现在的 C Pro 跟 Pro Max 都是一样厚。但是我觉得整体的体积缩小，在手感上应该是不会太差。然后 5.4 寸在喇叭的地方，那就是听筒这边 ，OK， 尺寸会缩小，所以刘海在 5.4 寸上整体都会缩小。那再来其他两款的6.1寸的 Pro 跟6.1寸的 Max， 那还有6.7寸的厚度都是 7.4 公厘，那就是比现在的 iPhone SE 2厚大概1公厘左右而已。那这点我非常喜欢，也解释为什么电池容量缩小。那再来内部主机板一样会是3层。然后，但是在背板的部分 ，Pro 系列会在中框背板会有 Carbon Fiber 的材质来增加固定和强度，这点跟磁吸充电有没有关系，我就不太知道。OK， 再来，磁铁吸附式无线充电，这个是确定有的，然后会在发表会中一起发表，那这个等点再来多讲一点。那这边不确定的是会不会有多装置的 AirPower 啊，但是单装置的那一个是一定有。然后12 Pro Max 会支援无线更高功率的快充，那其他3支还不确定，但全系列都会支援有线的20瓦快充。然后他说 Pro 系列还是会送充电头。OK， 然后再来说几个大家可能很在意的部分，就是120 Hz。目前出厂的机型只有 Pro Max 有，但是苹果已经确定用软体锁起来了。
那消息来源判定再来苹果解放的几率也不太高因为他们不满意他们测试之后的结果。然后 A14 的晶片目前在 iPad Air 上面的效能并不是完全解放的然后 iPhone 12上的 A14 效能会比 iPad Air 还要强。那这个部分如果我要试着理解的话第一当然就是 iPad Air 的定位还有价格。那你在其他表现上，你看虽然用上 A14 的晶片，然后可是相机还有很多功能的定位都还是在比较低阶的规格那某程度上也是区隔和 iPad Pro 的差异。但我说真的，我还是觉得 iPad Pro 划算多了。那再来讲 LiDAR， 在 iPhone 12 Pro 系列上的 LiDAR 定位和 iPad Pro 不同。面积缩小1/4，我想指的应该就是硬体的面积啦，还有这个扫描的区域的广度也会受到缩减，主要因为实际应用上的用途并不太相同啦。那像我们先前有看到测试机的测试的那个设定画面有出来，那很多会着重在相机的拍摄上还是夜间模式、摄影什么的也会用到 LiDAR。OK， 那再来以下就是我个人最在意的部分。那有看我频道的人可能都知道我要说什么，因为说真的，这些消息让我非常的兴奋。OK。12 Pro Max 今年的相机效能会是苹果主打的，然后整体模组比其他3支的都还要大很多，那是专门为12 Pro Max 所特制的模组，支援 Sensor Shift 还有 OIS 的防手震。那 Sensor Shift 你们如果不知道是什么，其实就是在一些相机上面都会看到，它是移动它的那个感光晶片，然后去让它的画面更稳定。然后3颗镜头可以联合起来协力拍摄到 4K 120 frame HDR 的影片。那这样子效果真的是非常的惊人。如果你们有在关注这些最近出来的一些相机，还有这些摄影上面的话，可以做到这样，它的处理器效能需要非常的强。所以你基本上可以想象，就是说他们先前用3颗镜头共同去扫描，然后去让拍照的效果更好。那现在它可以同时把这个功能应用在影片上面，而且还是 4K 120 frame HDR 的影片。然后再就是先前有流出，就设定画面可以支援 4K 120还有240 frame 的慢速拍摄，这也是很值得期待。那再最重要的就是感光晶片 ，OK， 这个其他地方我都没看到。那这点我觉得可能会让本来没有打算买 Pro Max 的人再考虑一下。12 Pro Max 3颗镜头都会搭配1:1.7寸的感光晶片 ，OK。那而且都是客制化的，然后感光晶片会是16:9的比例。那以上这是什么意思呢？首先就是3颗镜头一样尺寸的感光晶片，这点我觉得太重要了。在光源充足的时候，在录影还有拍照时，切换3颗镜头的成像会更加接近。那当然，光源不好的时候，可能还是会受到一些限制像镜头本身的支援的光圈这些都会有所不同。但是3颗镜头用上同等级的感光晶片，这个还是第一次。然后1:1.7寸的感光晶片也比先前的1:2.55寸大上不少，更不要说其他的副镜头，先前还是1:3.6寸的更小的晶片。那你们都知道我是一个相机 geek， 所以这点对我而言，就是我一定是会换12 Pro Max， 不管有没有其他的120 frame 或者其他的功能，光这一点我就一定会换。那关于晶片的尺寸，我就不要再细讲太多，这边讲的就是并不是所谓对角线，什么是那个映像管那个半圆的那个尺寸那这个应该没有人在意。好，那至于 Pro 和12的其他2台呢？主镜头都是1:2.55寸的感光晶片，这个跟以前一样。那其他的次镜头或是第3个镜头的话，是1:2.82寸的感光晶片，这个相比先前是有一点进步的。OK，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对相机的规格都很在意，但是以上几点让我想知道，难道 Pro 跟 Pro Max 的价格差异就会真的像先前只有$100的价差吗？因为这个感觉起来规格差蛮大的。OK， 那再来我们来讲一讲无线充电。那这个消息来源说，目前这个单一装置的无线充电是磁铁吸附的，没有错。那他们现在拿去测试11系列的话，还是只有7.5瓦的无线充电功率。那可能是要等到事后软体更新出来之后来解放更大的功率，那或是只有专属于哪一类的机型这个也都有可能。在我们讲发布的时候，那来源说应该会在9月29号那一天会有发布会。OK， 那正确的发表的期间他还没有完全确定，可是他说大概依照惯例就是在下个星期嘛，那通常是在下个星期2，所以应该就是在10月6号的那个星期那他说有更确定的时间点或日期消息会再让我知道。那目前知道这个发表会上会有的就是 iPhone 12系列 AirPods Studio 还有无线充电的配件。那至于 Apple Silicon 的 Mac 可能就要等到下一次。那今天的影片我在想，光这个部分就会太长，那我们下次再来讨论这个部分。好，那今天要问大家的问题就是，现在知道相机规格的差异那如果你对相机的晶片或者这些规格没有研究的话，我就直接讲这样的差异算蛮大的一个差异。尤其如果讲2只都是 Pro， 一只 Pro 跟 Pro Max， 那2只都定位在 Pro， 然后相机的规格上有那么大的差异的话，
对我而言这个差距太大了。OK， 那我可能就完全不会考虑 Pro。有人在不在意相机？可能你不是那么在意相机，那我觉得那可能就没有差。那现在看起来2支6.1寸的相机规格基本上也都一样。那除了就是 Pro 系列会多一颗镜头，但是在规格上面还是完全不能跟 Pro Max 比。这一点就是我觉得要去考量，价差到底是会怎么样，我们还不知道。OK， 那所以你以上知道这一些，然后还有120Hz，应该是在所有的系列上都不会有。那现在这些种种的消息考虑起来的话，那 iPhone 12系列你会选的是哪一支呢？我基本上就是一定上 Pro Max 了。OK， 好，那今天就是很快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消息，也没有很快了，我拖了好多天。那其实就是过程中有跟他一些交流，然后跟他确认一些细节的部分，那再来分享给大家。OK， 如果你喜欢这类的影片的话，也记得订阅我的频道，按下小铃铛，然后帮忙按个赞，还有分享影片。那今天的快报就先到这边，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